这是朋友一棵种养了3年的夏山庄，初看第一眼比较震撼，但仔细看上去感觉有点遗憾。这个庄应该是从挖到种3年没有进行裁剪和闭芽。过着看来可就有过着吧。庄的生长优势都在这个主枝上，主干的粗度不大，与这个枝几乎没有过渡。像这种枝挖回来的时候就应该把它裁掉。看上去看是用过着枝还是用那个枝，过着枝口那个枝差不多粗。过用弯过来，看，过来走着直接走下去。接下来那个是后面过着枝有的不？走着往后面背走着顶不？过着枝就冒赢了不？是吧？抓紧清发一下，这个木东西。拿把手给它讲解一下嘛。这是它质地，这是它卷弯，你肯定是留弯不留枝不？对不？你要把这个枝搞弯过来的，蹬方向不，就冒赢了不？把这个枝肯定够个不？对夏山庄的裁剪，去枝留弯是最基本的规则，尤其是这种同等粗度的枝，早点把它裁掉，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在其他枝条逼出芽来。行个了，去掉一半了。这个枝是最遗憾的，几十公分长没有芽点。如果当初裁掉这个主枝和其他无用的枝条，养分集中在这些弱势枝条上，很有可能会爆出不定芽来，同时也可以加快其他枝条的生长。对啊，进个了。进行了一个基本的裁剪，主干的过渡基本显现出来。把这里过渡一下，这里过渡一下，这生它是要时间养的，你这一下子，你想一下子就真的行，那是肯定很难。关键是你要逼那个项目逼到位的肯定不行。这个时候该怎么玩？我做了一个基本的设想。先把主枝和顶枝定好位，接下来就是对它进行放养和闭芽。玩夏山庄，尤其是玩松树，是需要时间的，但有的时间我们的方法正确是可以节省的。在这里我有几点提示供朋友们参考。夏山庄挖回来时，一是要定一个基本的形，是悬崖、临水还是大树形，定一个大概的方向，在培养时就会做到心中有数。二是按照培养的方向，把不在造型范围内的枝条剪掉。基本裁剪后，可以使生桩积蓄的养分集中供给生长的枝条，减少消耗，可以提高生桩的成活力。三是松树夏山庄，在种养前一定要裁剪。松树断根后，剪掉部分枝，可以保持松树的生长平衡。这一步是松树重活的关键。最后一点，松树1至2年成活后，要对它进行逼芽。不要急于对它进行造型，先逼芽，有个基本的出枝，才有造型上的选择。像这个松看上去生长旺盛，但生长的优势基本在无用的枝条上，剪掉的这些枝又回到了从前，像这样玩松有点不值。好了，定一个基本的型，养几年把枝条养丰满再制作。关于松，今天就聊到这里。我是三全农茶，谢谢您的收看，下期见。